大家好，欢迎收看转世分享。接下来的是大通的这款泰坦空我，那么这款也是刚刚推出。我们看一下这个外包，还是一如既往大通的风格，放一边啊。怎么说呢？这次的我们看到大通的这次搞得还挺有意思的。首先第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头上的这个花纹。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它是一体的，没有进行分件的处理。而且这个头顶的小银色有一点点偏，但其他还好。这个地方的这个复眼啊，能看出来里面的花纹紫色的这个还挺不错。剩余的话，全身的这个哑光的银漆做的挺不错的。还有一种就是那种磨砂的颗粒感，毕竟是哑光的嘛。唯一一点就是我这个开盒啊，这个地方有点小蹭漆，大家看到了。希望厂家在推出大货的时候啊，能再给它附一层膜，就是这种，哪怕很薄的这种塑料的这种膜，给它贴一下啊就可以，这样就防止它的刮蹭。然后其他各方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配件啊。首先还是经典的这12只手，2把大剑啊，因为它是要做出这种伸缩的这个效果的嘛啊，这个是你就别想了啊，这不是那种人家这个就是给你展示啊，这个是一个缩的形态，这是一个展开的形态，所以2把大剑啊，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个这个武器啊，好像在他们那边日本还挺常见的，当然这是一个车把的一个那个啊，然后改的这种武器，具体叫什么我还真忘了啊，这反正类似于拐叉那种东西，他们叫什么铁齿啊，反正有叫铁齿，剩下的那边怎么叫我就不太清楚了。然后这次的其他各方面就是空我在这个位置好像有一点焦痕，这应该是个人中奖了。其他各方面的涂装都是非常不错，没有任何的溢漆。腰带这边的刻画非常的好，中间的这个透明件啊，确实是非常不错。哑光的这种磨砂质感的这个大腿，全身上下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剐蹭啊、亮点啊。一般像这种哑光啊，最怕什么呢？就是它在盒子当中进行挤压，然后把一部分的这个皮质啊给它压成这种光亮的，最害怕这个，那就很突兀，这个倒是没有。其他的话看一下可动啊，这个2段式的一个伸头，然后这边的2个肩胛可以进行下拉，但是这款呢是因为设计的原因是这种螃蟹手不能把这个手我试一下就不能把这个手2个紧贴在这个2个胯中间这个是做不到的，这有点可惜。它这种设计就是这样，然后呢平转，上抬蝴蝶关节，应该就是这个盔甲的这个造成的原因。剩余的话就是这个二头肌手腕。这次这个黑色应该也是用的透明的，但是不是很显眼。其他各方面的话，腰部的2段它是有一个伸拉关节，这个腰可以伸出非常大的一截，中间是空的，大家看到了就是为了让你做造型然后这个 Lida Take 这种从上往下踢，弯腰的那种下踢，腰带倒是可动的，这个挺好，前踢后踢，然后平转这次的这个关节好紧，这是怎么是有胶水的痕迹吗？小问题。应该是这个关节是用胶水粘死的，那发白起雾的那个也是很常见的，非常简单的一个小技巧就是拿牙刷，给它擦掉，这样一擦，好了，这样就没有了大家看到了就没有一样了然后呢，再回过来，我们看一下平转。大腿根平转，然后使劲拔一下，还可以，没什么大问题。然后听到这种咔嗒的一声，然后膝盖的这个转动，需要注意一下膝盖这个地方还是有点紧，这边这个还好一点，这个就有点，这个下方这个就有点紧。然后脚腕左右的这个接地做的挺紧的，里面穿的是钢轴，然后脚尖呢还行，脚尖这个比较紧。这个稍微松一点，一个松一个紧。脚底还有刻画还可以，不错。大通呢，基本上就是沿用了他自己的这种风格
当然价格呢也在同等的这个 KO 作品当中算是价格比较高的。那么它的质量相对肯定也是有所这个提升的，要对比这个 KO 的话。那其他各方面呢也算中规中矩，毕竟我们玩过他们家几款的这个大通的这个空我了。那么今天的这款泰坦空我就跟兄弟们就到这儿，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